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让我们看今天的嘉宾，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困惑？请开门。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陈先生34岁，来自四川，调酒师；贾女士21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你们最不合适的地方是什么？他不像个男朋友，长得不像，性格不像，干的事儿也不像。我比他大13岁，我知道我本该迁就他，但他实在是太作、太无理取闹了，所以我现在忍不了他了。眼下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觉得处不下去了？我们都已经报名参加节目了，他又任性想反悔，后来就演变成互相动了手。他作为一个男生，他还跟我动手，我现在胳膊上都有伤。哎呦，对，我现在胳膊上都有伤。哎呦，这还真是啊，这么大一片黑青。他先动的手，我也是，他那个手那个龙爪手，我这个都深入骨髓了，这个手里那个。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老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总是这么激烈吗？蛮激烈的，这是。哎，两个人记住啊，以后真的不能动手了，最后一次啊。这说不定今天来这儿聊完分手了，也就真成最后一次。不是这么激烈，确实这不是一个好的。因为他以前也爱动手，像我们以前啊，我刚来北京那会儿，我就做调酒师嘛，然后那会儿他也给他介绍工作，他就在我们酒吧，然后来学调酒。因为我平时比较可能会娘娘腔一点，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男子气概，然后我想让他就看我平时工作的环境氛围，然后让我的魅力呢能就是感染到他一些，然后他就来我们酒吧调酒了。结果我们俩的手机是互通的嘛，然后看我微信，就有一些老客人给我发微信，然后说你今天在不在啊？来找我喝酒啊？他就给我发一个那个。你发啥了？你发啥了？红心，就那个红心嘛。然后我就正常回。就是红心正常的是什么意思啊？不发这个笔信你就说不了话，不是拿这个开头。当时我就怎么说呢？因为我还是会迁就着他，后面我就慢慢的不跟异性客人发笔信了。这件事是我们俩吵过，但是他那时候没和我动手。但有一天我们一起上班，然后有个老客人过来，就是来找我喝酒，然后那个客人就是可能是比较喜欢我的形象，然后就有送我酒嘛，然后他就在旁边就一直搞小动作，然后我调好酒让他送，他也不给，然后就在那个女生说我啥了？就在碎碎念，就是那个女生后面就是当着他面，然后说我女朋友就是大大咧咧的，有点不配我，就觉得我说我温文尔雅。但是我后面也跟他说了，那人家喝了酒，可能就是不是他真实的想法，因为就是那是理由吗？我凭啥让他说呀？那天晚上我们回去就大吵大闹，然后那天也动手了，就是他手的那个手都打肿了，有照片。对，他当时打我的时候手都打肿了。哎呦，我是完全没有还手的，因为我喝酒喝的有点多了，那天晚上。打你哪儿了？脸也打了，背也打了，当时背啊。你还知道你喝多酒呢？谁给你整回来的呀？反正发生这件事之后哈，我就是更加的有原则性的，然后就是有异性客人给我发笔信啊，我都是礼貌的回，绝对不会再回一个笔信的。你觉得非得回吗？我是那不得已接受，因为你就这样，你就说话非得这样。反正当时因为这件事之后，就稍微好了一些，但是后面我在酒吧继续上班，出现了一个状况。老板招了一个女兼职，我俩一起搭班，帮我刷刷杯子、洗洗壶之类的。然后那天晚上有个男性的客户，然后点了2瓶威士忌，当时我们5、6个人就一起喝酒，然后我跟那个女兼职就喝的有点多了。那天你喝到几点了？我是不是让你早点回家？你为什么喝那么晚？然后那天就真的就出事了，那个女兼职喝到后面，她就一直有意无意就往我身边靠，就一直靠，越靠越近，我看不对，想亲我。当时我就感觉不对，你怎么那么没有分寸感？然后我的意识，因为我也喝了酒，但是我一直在推开他，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老板当时就说我了，他说你这样不行啊，你上班你跟客人喝酒，这客人还在了，你跟上班人员你就是没分寸感，就找借口。但是我的意识是，我说我推开他了，然后我跟老板还在那争，然后争到我最后还泪流满面了。你还委屈了？然后回去他怎么知道的？5点钟回去我就告诉他了嘛，我说是发生这个事儿了，然后老板也冤枉我。应该是我委屈吧？就说我没有那样的，我都推开他了，然后结果还这样说。但当时他还觉得说就是挺相信我的，然后我们下午就去店里去查监控了，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老板就和稀泥了，就开始说他查出来啥了？
因为不给看监控了，他不给看监控，那你肯定是有啥事儿啊。当时我就想的是，肯定是就亲到我脸了，那个女生就亲到我，因为有其他人也不可能太过分。当时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道歉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然后他当时是这样说的，当时跟我说，我没事儿，我原谅你这一次，然后我不跟您分手，然后你别再继续在这个酒吧上班，你换一个酒吧，换一个其他地方。对啊，然后我当时就说好行。结果这20多天，他每天都是原则性问题你都做不到，他就每天都拿这件事来说让我补偿他，我当时心里面也很不好受，所以我们俩这个感情就20多天，那20多天时间我们俩就实在坚持不住。你要不做那事儿，我能难受吗？要不我说我们还是分手吧，然后就分手了。但是后面我们没有删微信，然后我们一直都有在微信上有些联络。然后有一天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他当时就是做兼职嘛，然后就晒得很黑，我当时就特别心疼，我一下我就感觉忍不住，我就去找他，我就跟他发消息，我说我好心疼。他是我的第三段恋情，我人生有个执念，我一生只谈3次恋爱。是你自己的执念吧？第一次对象谈了2-3个月，然后第2次对象谈了3-4年，然后第3次对象希望是能谈40-50年，直到两个人到老，然后结婚，就一直谈恋爱。不是40-50年结婚了，因为你还跟那个女同事一起工作？没有，那个我都已经直接辞职了，我后面就直接答应他辞职了。就那不也算是有诚意吧？啊，怎么又来我们这儿了？不是和好了吗？这好像昨天刚发生的，这姑娘痛哭流涕的。对，我其实好多事，其实我俩的矛盾不止就是说就是工作上的，有好多其他的阻碍。就比如说我说一个比较就是我俩的一个偏大的一个阻碍嘛，就是我们谈了2年之后嘛，我带他去见了我的家长，然后我爸妈都特别喜欢他。但这2年肯定喜欢我呀。这2年的话，他就也没有告诉他妈妈，然后他谈恋爱了，也没告诉他姐姐谈恋爱了。然后我当时就一直跟他说嘛，我说咱谈恋爱了也你告诉一下你妈，然后怎么反正软磨硬泡的。然后后面他也就带我回家了。到他家了之后，哎，他妈都真的就是他说的那样，就脾气有点暴躁，然后也不让我进门。当时我心里面挺难受的，然后就问我是我俩现在回去是干嘛？是要干什么？要结婚吗？我当时就也是实话跟他说，我说，我俩谈恋爱也谈了2年了，就是说也不想隐瞒家长。我又告诉他我真实的想法，就对每个人我都说过，我一生谈3次恋爱，然后就想跟您的女儿谈40-50年，40-50年谈恋爱不结婚。对呀，谁能跟你还有不结婚？就是我俩一直谈恋爱，谈40-50年，这中间的事情我们可能就在这40-50年内结婚了，但是可能会继续。啥时候结婚？现在我们没有打算，也没有30-40年。你就是一个不确定，就一句话就让我妈就同意我俩。反正那个时候他妈也是就不同意嘛，然后把他爸都叫过来。谁能同意呢？请问他爸叫过来还发生件事，他爸见着我就更直白了，直接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花木兰。就说我花木兰，你是替父从军吗？不是，我都好多年没看着我那个父亲了。啊？为啥？因为我父母离异嘛。他小的时候他爸妈就离婚了。父母离异，然后他确实说这话对你多少有点侮辱，但是你说那些话就是让人感觉很不靠谱呀。但他爸后面有说不要跟他就谈对象，然后就是给了他8万块钱。当时我听这事儿，我觉得好气，我真的。对，这钱应该给我。我觉得你开始邀你的救兵了是吧？你的妈妈，你说呀。我知道，当时我就给我妈打电话嘛，就跟我妈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是想找我妈借8万块钱，然后给她。我商品呢？你8万块钱你给我买过来是吗？反正当时他也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俩不是在酒店嘛，当时也在吵这个事儿，后面也没有就是真正的，他爸也没给他8万块钱，我也没有找我妈借了8万块钱给他们，但始终我们后来回北京的嘛，我就是始终也是成为我们就真正后面结婚啊或者一起走的一道坎儿，因为他跟他爸爸就说了我俩分手了，然后他跟他妈妈也是这样说的。你爸妈为啥不同意？因为他年纪大。就是各种他说的话，然后办的事儿，然后经济条件都不太放心，就觉得他不够靠谱是吧？对，不能托付终身，而且大我那么多。那你为啥要和他在一起啊？就是一种感觉吧，而且我就是一个人在北京嘛，也不认识什么人，然后就可能就是缺少父爱，他可能是一种依靠，我觉得。你在他身上感受到了父爱的痕迹吗？加一块儿的父爱和那个母爱，就是在中间。哎，小姑娘。你觉得他就是虽然他声音是有点中性化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不影响他是一个大老爷们儿。他有这种男人气概吗？还行吧，还行哈。那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呀？你哭成这样，就很犟。就有一次吧，洗浴中心那次的事，他也说我犟，就是我俩一起去洗浴中心，然后那个服务员给我们拿了2个牌，都是女兵手牌，然后我当时没留意，他发现了之后就
非得让我去换，然后换，我说换就换，不是，我还错了是吗？换了就换了，你非得让我去理论啥的，刚才服务员什么事，非得要说我是大爷们儿。为什么你一定要让他去找服务员，强调他是男性？因为就是被人就是误会了是女生，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她长得就是很像一个女生，还有她那个声音嘛，个头。那你会觉得没面子吗？我不是觉得没面，我就觉得他就是觉得带我出去没什么面子，我觉得。我要是觉得没面子，咱现在都不用开始了，好吗？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去，我喜欢唱歌嘛，因为我平时特别喜欢唱歌。有的时候我俩去 KTV 唱歌，然后有一次他朋友嘛，就说我的声音不去做反串，去做直播去赚钱，太可惜了。然后我朋友也是提一些意见呢，就是我当时就觉得是嘲讽，他也觉得听不出来，他觉得是意见怎么样，但回去就不乐意了，就说什么以后别选这些歌了。你非给我朋友戒指干啥呢？就别选这些歌，他就觉得我选歌有问题。你又不是第一次被人这么说了，而且他们也是委婉说给你提一些意见，然后也不是直说了，就说我选歌的问题，你怎么地？你是觉得女生有点嫌弃哈？对他就是，我就觉得他有点嫌弃。那女生你觉得男生还有什么地方很犟呢？就是他喝酒的事儿啊，就本身他那个皮肤就不允许，就有很多禁忌嘛，这也不能吃，或者是那也不能喝，然后他就。我说他反而就变家里就越喝越多，越喝越晚。他皮肤怎么禁忌了？就遗传的皮肤病，他不传染，但是有遗传性。那这个需要治疗吧？再治疗。我从小到大治疗了很多年，然后8岁开始成显性嘛，就一直花钱，一直治疗。就不能喝酒。不能喝酒，很多海鲜啊，然后辛辣的东西都不能吃。你还喝醉喝人家？对，为了工作嘛，为了生活嘛，为了养家嘛，没办法。你这个看病需要花不少钱吧？对，后面我跟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就是认识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中介，就说可以花5、6万块钱包治包好。然后我当时就2万块钱。有一天我在那个路边看那个彩票店，我就想是能不能重头戏来了，真的是能不能想着刮一个那个奖，中个5万、10万，然后去把这病看了。然后我就瞒着他。我一个人去彩票店，那天上午我一直刮。你说你刮剩了多少？那天我上午刮到了下午的4、5点钟，后面把那个彩票店的3万多的全都刮了，刮没了。我说你真是我的2万块钱有钱呢，就只剩了1600。我知道我错，我知道确实是我的毛病。就从那次之后，我后面也没有再去刮彩票，但是我当时真的很难受。你是没钱刮了吧？然后我们俩吵了没办法，我还是。只能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你看又叫妈妈，又叫妈妈，啥事都叫妈妈。我不能，不然的话，我俩可能就真的就分手了。那你现在又辞了职，又刮彩票刮出去2万块，那你们现在怎么生活？就是一些兼职啊，反正就是维持嘛，没办法。然后生活不受影响吗？花出去这么多钱肯定受影响，但也没办法，他都刮出去了呀。影响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只能就是住村里了。对，我们现在已经搬到顺义的村子里面了，然后现在就是吃饭也不像以前，可能3天2头都点外卖，现在就买一些挂面在家里，然后吃。然后他也说陪我吃苦，结果吃不到2、3天，他就又开始说要那个吃烧烤啊，吃龙虾，吃火锅啥的。你们应该是去赶紧努力赚钱攒钱，不是在这儿抱怨是吃小龙虾还是吃挂面吧？就是怎么说呢，也是在规划一些未来的一些东西，但是就是还没有一个头。现在就是靠一些兼职，像我做兼职的一些调酒的兼职，然后也在寻找一些工作，也不能就是再回到以前的那种长期熬夜、长期喝酒的一个环境里，那样的话对我俩的感情也不好。女生说一下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你是希望他能够对你有所承诺，比如说努力工作赚钱，然后娶你。你的诉求是这个，还是说你觉得他由于很犟，又生活习惯和你不一样，所以你觉得很难继续相处？这2点都有吧，因为我感觉他现在就是不定性，就是很幼稚，从来就没有往那边想过。哪边？就是什么谈婚论嫁啊，然后就是努力挣钱这些。那明白了，你其实今天来就是希望他如果能有个态度，跟你好好生活，稳定、积极、努力的生活，并且愿意谈论将来谈婚论嫁的事儿，你还可以继续接受，是吧？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男生在以前做调酒师的时候，收入是比较稳定的。哎，对，那时候差不多。2个人生活一点没有问题。应该是没问题。但现在出现了危机，出现了问题了。也能一起生活，但是就是生活条件下降了很多。明白了。就因为下降了，我们俩就很小的事就吵。有一次充电器用错2、3次，有一次把我急到那个就是呼吸碱中毒，那个手都变成那个7爪子。就说点话，当时我都已经都是这样的了。当时不吵架就几句话的事，他就能这样式的。我干啥？什么充电器就气成呼碱？我俩都是那个 Type C 的一个充电器接口嘛，然后我放一起的，然后我不小心拿错了。
就因为一个充电器拿错了，充不是你犯了几次呀？就3次啊。他这每次3次你每次都说下次不会，下次等等不会，拿错了就怎么了？拿错他就一直说我，一直说我。我希望他真的就不要老是想着，我所有事都听他的，然后想着就是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我们就吵。所以，即便闹成这样，吵成这样，也没想过分手，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但是这段爱情到底，这个营养成分高不高？该何去何从？你们俩听出来啥了？他俩有自己的节奏，我觉得。就别管他，让他们自生自灭，是这意思吗？对。你呢？我觉得他俩像欢喜冤家一样，就挺有意思，我觉得。哎呀，行。确实年轻，耐受力强，他们觉得挺有意思哈。就我们这年纪大了呀，我们的心脏跟着你们突突突的上跳下跳。于老师咋办呢？这确实，男大13岁也可以称是忘年恋。什么是忘年恋？就是忘记年龄，只有爱情的恋爱。两个人扪心自问，相互爱了没有？尤其是女生，你是刻骨铭心的喜欢这个男人吗？我不敢保证，很复杂。他今天已经说到了一个父爱的问题。女生出生在单亲家庭，她其实对父爱是很渴望、很渴求的，因为从小是跟妈妈长大的。她认为别人怎么说你，她认为在你身上是有优点的，是能够吸引她的。但是有一点，这样年龄的孩子，哪怕作一点也很正常。幼稚一点也很正常，他想依靠你也很正常。但是现在女生扪心自问，面对这段爱情，你还有力量吗？我看到的是迷茫、彷徨，因为现在他的赚钱已经让你们的生活拮据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你还会满意吗？另外还有，对他的容貌、举止、恕我直言，你内心一直是保留的，所以对这个男生本身就没有那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到了现在这样的状况，我认为女生不需要自己骗自己了呀。您已经没有力量想继续这一段恋爱了，就明白无误的和他说。男生当然口才很好，尤其是那个3个恋人的这个观点，我建议你以后不要说了，毫无意义。如果你们今天分手了，难道你就孤老终生了吗？对，您不用跟我来说对。另外，您对婚姻根本没有力量和这样的计划，所以你才会用一句第3段恋爱就恋个40-50年，40-50年，你80多岁那个时候干嘛了呢？就不练了。这才是最浪漫的事啊！就一直你不要陪伴讲浪漫，到现在老浪漫不起来。是你觉得浪漫的事。在你身边，恕我直言，现在没有浪漫。是你要正视现实，所以很简单，女生扪心自问，和这个男生走不走得下去了？如果说自己的内心告诉你走不下去的，坦坦荡荡、明明白白、积积实实告诉他。我觉得你们两个啊，不是爱情，就是刚才这个女生说了，说你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呢？我是需要一种父爱，也不是，是母爱。到底是父爱还是母爱呢？可能呢，就是你只知道就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给你的母爱比较多，对吧？父爱有所亏欠的，但是呢，在他身上呢，你可能他又比你大一些，你可能就在由于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特点哈，你可能就真的是既看到了两个都爱都有的，但总之不是爱情。第二个呢，妈妈不让他进门，你爸爸说他是花木兰。就这些种种的不接受，不被父母祝福，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就是障碍。还有呢，就是你们俩根本没有经济来源，还要去刮2万块钱的彩票，所以来说，我觉得你俩对未来都没有计划，这个长久不了的。还有就是说，对于他的外形条件，实际上你是挺介意的。你觉得就是包括他手牌的事情，你那么气愤。其实说来说去，你俩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你俩现在整个生活是乱糟糟的，凑合着过一天算一天吧，过到哪天算哪天。总之，我是觉得这份所谓的爱情长久不了。
这个女生，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愿意在他身边3年了哈？看起来好像你也没有打算要放弃。就像白老师说的，这不是爱情，是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任何人会任由你的情绪去发泄，不管他是对的还是错的，只要你有情绪，你即便说不清楚话，你要说骂也能骂，说动手也能动手，对方都接着。你认为这就是爱？你看我骂也骂不走，打也打不走，吵也吵不散，但这不是爱呀，这不健康啊。他给你的陪伴是不健康的呀。你不能因为他能够肆意接受你的情绪，你就觉得，哎，他是爱我的。是因为他有问题，他才能肆意接受你的情绪。你也不欣赏他，你也是因为他始终在你身边，才选择了你的留下。你们的这个所谓的关系和情感挺可怕的，在摧毁你们俩未来的成长道路。所以不要以为这是爱啊！你才21岁，我觉得你有大把的机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去认识不同的关系，去发现健康的美好的关系。这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啊，你现在就是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牢笼里面，你认为它是给你带来了一份家的温暖，带来了一个你可以归属的港湾，这是个牢笼，你把你自己囚禁起来了。你要赶紧打开这个笼子，飞向应该属于你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男生，我觉得你所谓那个浪漫的追求，什么人生3次恋爱，我觉得那是不切实际的浪漫，是你给自己编织的童话故事，是你不愿意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而逃避到的一个所谓的世外桃源。你没有世外桃源，你没有能力去世外桃源，你先得有人间烟火，才能追求你的桃花源。我觉得你的人生，你34岁了啊，应该提升自己的能力，不管是在互联网上学习，还是真正捧起书本去学习，打开心扉，用健康的心理和心态去面对生活。2，要找一份切实际的工作。如果身体不允许喝酒，调酒师也不是个个都要喝酒吧，对不对？你可以通过你掌握的技巧去工作，或者去学习另外一门技能，让自己有生存之道。3，不能在这样一个不健康的情感当中继续漩涡里边，它也不健康，它可以把你气到呼碱，你抽搐，这都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做的事儿。离开不健康的关系，努力打造自己健康的身体，通过学习和打开内心，拥有健康的心灵，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才能重上正轨。我不认为他们2个就容易分开，我倒觉得他们会在一起很顽强。你说这是不是爱情我不知道，但是2个绝望的人互相抱团取暖，这个能量很强悍。对啊。小贾，我问一下，你的亲生父亲再婚了吗？不知道。对，你的亲生父亲没有谈及这个。对，你的亲生父亲再没再婚，你都不知道，所以你真的需要父爱，需要父爱，需要母爱，说明从小没人爱，对吗？所以你真的需要一个打不走、打不烂的人去依赖，而你自己并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打你的男朋友。你每一下打的不是男朋友，你每一下捶打的是你无法摆脱的命运。你打不走他，你就认为他值得依赖。小贾，人哪怕在对未来的迷茫当中，也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也不要把自己的感情去寄托在一个打不走的人身上。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男朋友打不走。你的男朋友也很绝望的，他能绝望到他相信一个中介说你来吧，你来到这儿，你的健康问题摆治摆好，包治包好。然后他因为钱不够，你去想，他在一个彩票站能把2、3万一张一张一张的刷下去，他抠了那么多张的那个过程，一边哭一边抠下一张，下一张又没中。你去想一个人在这个状态下他有多绝望，他为什么只敢说我这一生谈3次恋爱，我要跟你谈40、50年恋爱，他怎么不敢说结婚2字儿？应该没有经济能力吧，然后他不上进。你有没有了解过遗传概率？了解过。多少啊？这个应该8%的遗传概率。
然后遗传下来都是100%隐性，但是如果你后天重感冒啊一些大的疾病就会呈显性，遗传概率是8%，然后你打了个对折。哦，16%，那我记错了，有可能，16%。所以小贾知道你缺什么了吗？他跟我强调了3遍是8%，我说是16%，他立刻说哦，我记错了。小贾知道你缺的是什么了吗？不知道，老师。所以我不认为你们两个能分开，或者就应该分开，就是应该做的事儿和能不能做的事儿，这是2件事儿。在绝望当中抱团取暖，这种吸引力可能比爱情强悍得多。我觉得你们俩都在做一件事儿，感动自己。女生呢特别简单，假的是共苦。你跟她在一起你不容易，你没得到什么，你真的是在索取爱，因为你缺嘛，因为你的原生家庭导致了你情感上的饥渴，所以你抓住一个可以抓住的人，你知道他离不开你，你一边假装在和他吃苦，吃着泡面，但一边却因为充电器暴怒，这是扭曲的。男生，你真的不像30多岁的，你很幼稚，治病靠彩票，啃老充面子。你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不适合去做调酒师这份职业，为什么要去做？完全没有未来规划。我就感觉所有事情都注定的，我身不由己的进了这个漩涡里面，我没有一点，我也想过反抗，所以你就是没有力量。对，没有力量。你没有力量不是反映在你的外形上，是你真正做的那些事情上。你甚至于没有力量去改变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对，你们只能通过肢体的冲突互相伤害，你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不易，但就做不出对对方真正好的举动，只能抱在一起。所以我真心劝你们分开。虽然雷老师说可能你们分不开，因为你们有同病相怜，你们俩都是巨婴，所以你们俩在一起觉得谁也不会看不起谁，打打闹闹互相作，但是你们想要成长就必须离开彼此，否则你们的关系是扭曲的。那就没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一起成长，先各自成长，然后成长了足够，有了力量，有了实力，独立了，你不空虚了，你可以真正的成长了，那你们再看你们情感，再看对方值不值，我们再去投入这段感情。那会儿你们要再在一起，就互相给予对方能量，而非索取对方的那剩的那点经不起折腾的力量。谢谢老师。所以是破茧重生还是扭曲的抱团取暖，你们自己选择哈。来，你们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听听这对情侣的困惑。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王23岁，来自内蒙古；个体小池24岁，来自辽宁，兼职美术老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俩谈的时间不长，但已经分手过2次了。我每次都是心软原谅他，这次就想痛快的跟他分个手。我觉得他没有完全爱上我，我们谈恋爱他只想让自己快活，对我都是冷冰冰的强势。在你眼里，对方有什么缺点？他特别小家子气，而且还打肿脸装老好人。最过分的是把我往我前男友身边推。她是我女朋友，她会对别的男人犯花痴，还有她总觉得我是累赘，我总黏着她，她却嫌我是个麻烦。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哎呀，咋那么多问题呢？就矛盾挺多的啊，一个一个说呗。就比如说我本身是个兼职美术老师嘛，然后平时我的着装就是会稍微节俭一点，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会穿一个白衬衫，然后长裤子，然后也挺注重个人形象的，挺好啊。但是因为我本身是个学美术的，然后
我就喜欢一点小众风格。之前我是打了舌钉，但是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会把那个舌钉换成透明的嘛。然后但是我晚上比如说跟小姐妹出去玩的时候，就会换成我喜欢的。然后也就喜欢画一点就是亚文化的风格那种妆容，黑色的眼线。然后他就一直说我。然后我想着我也要关照一下他的情绪，然后他说的其实也有一点道理嘛。然后我就把那个舌钉也摘了，然后也改了一点儿。然后他就每次我给他发我照片，他都挑我刺儿。我本身我容貌焦虑就比较严重嘛，我现在出门我可能化妆都得花2个小时半，然后把自己越画越丑当时。然后我本身也是爱美的人，我这指甲都是2周做一次，然后我头发也是都是接的。然后他就一直就说我过度打扮自己，就意思我浑身科技与狠活那种。就是他会去美容院，我觉得24进美容院之后，那么多会儿是个头呢？往后10年、30年、40年。不是，女人爱美没有头啊，小伙子，还有头呢。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个度呀，老师？你说你8点钟去上班，你7点半要去打个卡，你告诉我你要2个半小时化妆，那你几点起几点去路程呢？是不是？可是我从来没迟到过呀，我工作都工作的挺好的。对，我理解你，那你是不是可以去换种方式去增加你内心那种的核心力量？比如说，哎，我们去运动运动呀，去分泌这种的内咖肽或者是催产素这样的。内念内啡肽啊，内啡肽，对不起，我念内咖肽。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件事儿，今天我不是就穿这个绿色的衣服嘛，然后我就特别爱美，还搭了一个绿色的戒指，挺好看呀。对呀，他跟我说你穿这个纱的太露了，哪露了？不知道，就是他一直就在说我，捂到脖子根儿了。然后我就一点都不想理他了。现在后来就是我俩谈的大概是2、3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当时我有一个前男友嘛，然后他是在杭州，我俩是2年前谈的，然后已经分手2年了。我俩谈了2、3个月之后，他来找我。当时是开着他那个保时捷从杭州直接来天津了，然后也没跟我说，然后那天就突然就给我发一大段消息，就说咱俩好好谈谈。我说有啥可谈的呀？他就说咱俩见一面吧。但是我想人家都千里迢迢来找我了，就简单吃一顿饭。当时你当时知道这事儿吗？他当时跟我说了哦，又是厂2代，又是从保时捷从哪开来的。我觉得你是跟我商量还是给我来通知的？我其实内心听到特别不舒服。当时我跟他说完，然后我也去吃了嘛。我是先跟他说的，说完然后我去吃完了，然后我就回去见他嘛。见他，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讲，咱俩就分了吧，好聚好散。然后就直接打车把我送到我前男友那个酒店楼下了。因为当时如果是说商量吧，我觉得咱们你要把我带过去，我觉得我尊重你的过去。但其实我好像只是听到了一个对比的发言，你告诉我哦。你可能是没你男朋友高，矮那么十多厘米，又是经济条件在这摆着。我没有这么严重的说，你这是破防了吗？我确实就是有点心里那个特别难受吧，是破防2个字吧。就因为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就觉得，可能就当时那一刻，我觉得他俩的感情好像那种快乐程度和未来的走向凌驾于我俩的之上，我就觉得。一部分赌气，一部分就是说行吧，我成全你们，我就。你当时给我感觉不是赌气，你特别坚决，你就是想跟我分。咱俩当时谈了那么就2、3个月，正是热恋的时候。你是前男友来找你是干啥的？是玩？他就是想跟我复合嘛。啊，那对呀，我觉得他反应也没啥太错误。他想跟我复合，我也是，就是想跟他见面，跟他讲清楚了，我现在有男朋友。他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跟我前男友和好了，当时。因为他都和好了嘛。他当时给我送过去了。你和前男友和好了？但是我当时不是真心实意跟他复合，我就是赌气。那1周我俩啥都没干，我俩就是聊聊天然后没咋见他。你顾及他的感受吗？但是他也不尊重我呀，当时直接把我送过去了。咱先把事儿讲明白哈，然后接下来呢？1周之后呢？1周之后我就跟我那个前男友分了呀。为啥呀？因为我当时跟我那前男友分手，是因为他太大男子主义了。然后他这次来找我，他就是想让我跟他回杭州嘛，然后就也没改那个老毛病。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就咱俩也就散了吧，因为我本身我就没想跟他就真心和好嘛。我当时就是想气他，他直接把我送过去。我本身我自尊心也挺强的。行，好，和前男友这下彻底断了是吧？对，彻底断，我都拉黑删除了。当时那你俩又咋回事？又站一起了呢？真的说实在话，放不下。然后我就每天就是会在他那个家门口去溜达溜达，我其实也蛮失落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2个是天生一对儿。然后其实那个天生一对儿，我那个头发不知道你们能看到吧，就是其实白很多。你不要暗示啥，那个头发不是因为我出现的。这怎么又和好了呢？就是我那天下班，然后看见他嘛，在我家楼下看见他了啊。然后当时就我俩就也就相视一笑，然后唠一唠嘛。
然后我想了想，就感觉他好像相对来说也更成熟一点，然后我也就跟他和好了。当时你们又在一起了，那就好好过呗。这又发生啥了？在一起了，那他有事儿啊，他啥事儿？当时就说一起出去旅个游吧。当时就是想去看海嘛，然后订的是青岛，当时我俩那高铁票都订好了，然后当时已经上车了，但是我就是说走就走嘛，然后我俩就在车上订的那个酒店，然后订酒店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宝宝咱俩这次能不能订个便宜点的，然后咱俩这次就穷游呗，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穷游啊？我不想穷游。出门那开支节流，咱预算是不是得有？他为了省钱，并不是因为他为了减少我们两个的花销，他是要给他前女友买金手链。就是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是怎么想，因为我没有去主动联系我的前女友，就是他是主动联系的，我看他俩聊天记录了，人家女生一句话没跟他说，他动不动就跟人家就打个 hello 就发个表情包，而且他俩就是我俩没谈之前就已经给他那个前女友买了一个金手镯了。当时你让他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就是我没有去跟我那个前女友发任何的那种的 hello 呀这种事情，我就直接断在里干干净。我只是说以一个送礼的方式。那我都已经看到聊天记录，你还不承认？你让他说完，以送礼的形式怎么？就是当时我们那会儿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特别看不上我，就觉得哎，这小伙就这样了，没出息啊，怎样怎样。他就当时我一句话特别深刻，他说我没钱就不能谈恋爱，我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我也不知道为啥当时就鬼斧神差的我要干出那样的一个事情。你要跟那个前女友谈恋爱的时候，你说我要争口气攒钱买手链，我能听懂。你俩分手了，为什么要攒钱给他买手链啊？不知道，我后来想想，是不是可能就是精神控制了？当时买了吗？没买，我俩吵完，然后肯定不能让他买呀。你为啥买手链给他呀？估计是当时想证明一下自己，或者是这跟你买手链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什么？他就是想跟他前女友复合。我其实就已经当时就感觉就是破碎了，真的就是确实不想跟他谈了嘛。然后后面我对他也挺冷的，我就跟他讲好，如果再有一次，咱俩就彻底断了。然后之后他确实他就行为上态度上也就有点改变嘛。他是自己就是跟朋友开了一个玩具店嘛，然后他那个玩具店也都那个管理大头给他那个朋友了，他就经常陪着我，然后没事陪我去吃个饭，然后逛个街之类的。但是后面就是我跟我小姐妹。我俩去做个美甲，然后去做个头发，他也要一直跟着，就有点烦了，跟那个跟屁虫一样嘛。本身我小姐妹她是跟我在一起是想跟我讲点小秘密的，那我小姐妹她在那肯定讲不了啥嘛，就一直跟着，一直跟着，就确实烦。然后就像我俩去那个游泳馆嘛，跟我小姐妹去游泳馆，她也要跟着，然后基本上都不游，然后一直在那个岸边上当保安。当时不是我游呀，那为什么能把我的陪伴说成当保安呢？那你在这站着干嘛呀？我去游泳又不是干啥？你俩是会游泳吗？我俩会呀，蛙泳当然会，不会游泳我俩去游泳馆干啥呀？所以你是觉得他又变得很黏你了，你很烦他？就是他黏，正常的黏是可以的，两个情侣没事去吃个饭是可以。那我和我小姐妹，我俩出去，他也要一直跟着，就几乎是天天跟着，我们是没有个人空间的。现在其实你真实原因你怎样呢？你去游泳馆去到了之后啊，手机先架那儿，漂亮衣服先换上。是我不游还是你不游呀？我啥漂亮衣服？我就穿正常的竞速泳衣。他就觉得我穿的少，然后我跟我小姐妹当时是有个姐妹局，好几个姐妹嘛，然后我们是喜欢去一个清吧里边，那不是酒吧，酒吧是蹦迪的，然后我们就是去清吧，然后喝点酒之类的，然后我们也都说好了，就不带那个男朋友，他也非要跟着。我去的话，我也没有跟他们上桌呀，我也没说非得咱干杯喝一喝，我也知道。但是我小姐妹已经烦了，因为我小姐妹经常能看到他。怎么保证自己能全身而退呢？这个事情反正也不愉快，肯定会不愉快哈。你们俩产生冲突的时候是会和平解决，还是说会就吵到很激烈？我俩冷战居多。就是我跟那个小姐妹去那个清吧之类的去溜达溜达，然后当时天津下了一场大雨，然后那天晚上也没带伞，然后我就淋感冒了，我就进医院了嘛。进医院，然后我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来陪陪我呗，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了一句，去找你小姐妹陪你去，我可不管。然后我当时我就挺恼火的，你是我男朋友，我找你陪陪我怎么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自己去打针嘛，然后当时打针的时候我就越想越气，特别生气当时，然后我就当时也就冲动嘛，把那个针头拔了，当时也就烧糊涂了，就去他那个工作的那个地方，我去找他，然后当时也就那个打了他一巴掌。我觉得
不是很可笑吗？我当时在酒吧的时候陪同你，是不是本该可以不临时感冒？打他一巴掌，他还薅我头发了，把我头发薅掉好几根。玩嗨了，玩野了，生病了，知道我是你男朋友，那你之前怎么不好言相劝把我轰走了呢？我没有轰走你，你平时白天陪着我，不都一直在吗？地方上来把我手机哗一摔，给我一巴掌，我说哎那别，他意思他头发不是本来就喜欢接吗？你实际轻轻一碰，实际就那我想让你陪我，你跟我阴阳怪气的，那你说你没时间，你正常跟我好好讲呀。你说你没时间，就是太气头呀，当时啊。你们最后是什么事情导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来这儿的？就是有一个是比我大一点的闺蜜，然后她要结婚了嘛，然后她就找我去当伴娘，她说她要当伴郎，然后我说这是人家2个的婚礼，你去当伴郎干嘛？然后我是让她过来吃饭，帮我拍照的嘛，然后她就说我去吃饭干嘛呀？我就想当伴郎。然后我说这人家俩婚礼你一直插什么脚啊？就感觉他就无理取闹，感觉像谈恋爱谈疯了似的。是当时我俩情况已经很僵化了，一天基本没有什么交流，我有种默默的第6感吧，可能是我觉得我俩人要分开了。我觉得现在需要一些场合，所以不是你必须去当伴郎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必须去当伴郎，我只是跟他说一下，那能不能这样？哎，到时候如果你帮我问一下，因为朋友都认识，下来以后聚会，哎，我是不是可以穿的伴郎服，你穿那伴娘服，咱俩哎，当时帮你抢个手捧花，是不是挺浪漫的？那继续往下推荐一下我俩的那个故事，或者我俩的在人家的婚礼上，然后意淫咱俩的故事。哎，最后这伴郎当了吗？没有啊，他当天他当天根本就没去，我不知道他当天去干啥了。他只是告诉我，你可以去吃饭呀，你可以去给我拍照呀。去哪儿了他？跟了2个男生4个女生去爬五台山去了，就徒步嘛。然后还拍照，拍了他们几个的合照，然后发到朋友圈。那让我们俩共同好友怎么想怎么看呀？然后我当时我那个闺蜜她俩在结婚，然后我男朋友在跟别的女生在那爬山，然后在那徒步。我当时就特别伤心，然后当时就掉眼泪，然后一边掉眼泪一边还得补妆。当时那就是我的一个爱好。你当时我跟你说了，你可不可以提那么一嘴？你不是把我否了？你那个要求太无理取闹，那是人家2个的婚礼。那你否之后我再也没有说过什么吧？那我选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爬山呗。那你跟女生去？不是，我平时也跟他们去呀。你们父母知道你们谈恋爱的事儿吗？我就跟我妈提了一嘴。什么态度呀？你妈？我妈就笑笑，因为她觉得我太年轻了嘛，可能也就没啥结果。我的父母知道。哦，你也没见过双方父母是吧？就是我当时我父母不是来天津了嘛，想把我接回家。刚毕业，然后他俩想让我回家发展。但是我就想留在天津，然后他俩就来接我，然后我也跟他讲，然后他就说他要来见我父母，但是当时我俩关系已经特别僵化了，就我让他见，那给我妈我爸也找气呢，然后我也装不出来，就跟他特别恩爱的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别去啊。我没有以说哎我必须以男朋友身份出席吧，我说我是不是哎二老来了，我一个导游身份对吧，我一个地推是不是？就是他特别心机，他是一个男生，然后跟我去，那我父母肯定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他是我男朋友呀。就是你要是这样想的话，那我要夹杂这样的私心，那你说我之前懦弱，那我现在就是想站出来一步，让你感受感受，可以吗？咱俩当时都已经那样子，咱俩就走不下去了，见啥父母呀？就是见啥父母呀？这他俩这爱情，他们俩反正好莫名其妙，他们俩反正不支持你们俩，你们俩支持他们俩吗？看他们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真是无法不评判是吧？你俩都能坚持，他俩应该也行也行哈行。那先生说说，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沟通上有问题，就第一个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挺理解男生的，他的就男孩子嘛那种自卑感，我很能共鸣。他说他觉得他自卑，但是我不认同。他对我平时他挺强势的，而且他为什么要对我的外貌就是那么评价？我给他发照片，其实就想让他夸夸我嘛。本来我就挺爱美的，而且他是我男朋友。我觉得你们两对我也会夸呀，我只是希望你卡一个度而已嘛。不是，我觉得你们两对情侣都挺焦虑的，都挺焦灼的，都听得我们这心里突的闹心啊。这于老师这对呢，这对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啊？您还说他们两个人是沟通问题？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很明显是本质问题啊！你们的恋情一会儿涨停，一会儿跌停，比炒股还要刺激。恕我直言，我认为你们两个人是在玩弄爱情，你们对爱情太随心所欲了。现男友把她送到前男友的酒店楼下，那时候你们两个人是情侣吧？不否认吧？结果上去以后。和前男友复合了，玩什么呢？你们都在玩弄自己。
恋爱是不能如此的随心所欲的，不能这么玩的呀。所以很简单，两个人不要再玩了，这是对爱情的尊重，是对恋爱的尊重。真的，听完你们的那个阐述之后，我头昏脑胀。我真是觉得你俩都不配说出爱情这2个字。爱情这2个字被你们他跟他，他又跟他这种扯得乱七八糟的人物关系，我觉得是对爱情的亵渎。而且你们2个呢，真的是作践自己，你知道吗？男生啊，说实话，其实你挺自卑的。你是想对于这个女生的打压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女生，你刚才跟我们说你的前男友是开着保时捷，跟他也说了，然后1.8米几的个子，说明你特别在意这个，而且你特别满意，你特别的享受其中。那哪个女生不心动呀？啊，是啊，那你就去遇呀。我俩已经结束了。那为什么这么优秀，你为什么要结束呢？你不知道爱情需要忠诚的吗？不是，我当时跟我前男友复合，我就是为了赌气嘛，他都把我送到那儿了。不用找借口了，真的。你们俩的这个生活让我觉得一塌糊涂。把你送到他楼下，他生气，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他生气是对的呀。你为什么就非得要跟他吃那个饭呢？不是，人家后来过半来月，人就不生气了，在家门口又遇上，相视一笑又好了，你别当真。是，而且他还能够给他的前女友又去买金手链儿。蔡老师崩溃了，语无伦次了，真是就是脑子都烧干了。你是要撇嘴哭吗？哭也没事没事。你不觉得你们真的很凌乱吗？确实，像你们2组这样的情感组合，确实可能也说明了2个人的关系啊，亲密关系是多种形式而存在的。就有他们这样像雷老师说的，因为可能生活的不如意啊，或者是一些绝望和自卑而抱团取暖。因为刚才他俩在吵架的时候啊，我看了他们俩一眼，他俩在深情对视。真的，雷老师，我看到这2个其实挺无助的，也渴望美好生活的年轻人，那种同病相怜也好，惺惺相惜或者彼此心疼，可能无力解决，转化成一种愤怒，一种焦灼，但其实是有深深链接的。我是特别希望2个像你们这样有可能是无助啊，或者是在困顿当中的人，把这种深深的链接变成一种成长的力量，而不是彼此消耗，天天去吵架，对吧？你都能气到忽减，干嘛把能量消耗在这些上面？不如我们去学技能，去成长，去迎接生活。你俩也一样，有你们的来来回回，分了复合，复合了又分，什么前男友前女友这些狗血的事情，我们不如把精力投注在怎么对对方好，怎么去爱自己上。当我们人把精力投注在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些零零乱乱的事儿了。你们还是闲的，说实话，什么年龄办什么事儿，咱不是3岁5岁可以办荒唐事儿，可以任性撒娇随意的年龄。这个年龄干好这个年龄该干的事儿，生活就是阳光的、美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创造生活的，干嘛消耗在彼此的这种你猜我，我怎么踩咕你，你嫉妒我，我怎么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们2对我都只有一个建议，停止消耗。如果还愿意在一起，就珍视彼此的情感，共同健康成长。如果还是这么吵吵闹闹，死活劝你们分手。不是，我觉着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对，天生一对的事儿，天生一对。是这样啊，小王，哎，你其实最开始我还觉得哇挺棒的，他非要跟一个前男友吃饭，你说你就打辆车给他送回楼下，你扭头就分手了，那个瞬间我觉得你挺棒的。后来我一听，半个月之后家门口一偶遇，相视一笑，然后你们就一笑泯恩仇了，然后俩人又在一块儿，那个瞬间我就觉着绝了，真是你们俩真的应该在一块儿。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你被前女友精神控制了，然后给人买了一个金项链，那个瞬间因为般配，他们2个一定要在一起，是因为什么呢？只有他们2个在一起才能稍许有一点点温暖。但是这孩子我跟你说啊，如果你不跟你这个男朋友在一起，你在一个大城市你是有其他的机会的。有什么机会呢？与其我跟他天天在吵架，哪怕我去送个外卖，
我一个月赚个4、5千，我都不用太多，我不用赚8000，然后我一个月挣个5000块钱，我省下大把的青春，我干另外一件事儿，我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4个字儿叫假性亲密。你们俩面上好像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好像离不开，但全是虚假，经不起任何的考验。男生啊，我真觉得你还挺爱这个女生的，但是你很虚弱。虚弱的人给出的爱是什么？担忧。但凡有一个竞争出来，立马就成全式的分手，你是恐惧竞争。哎，刚一和好，马上粘人，粘上他，这安全感的反扑。就是你内心很乱，你不知道到底是该爱这个女生，还是想爱这个女生，还是不敢爱这个女生，你不知道。所以这会儿就想到了前女友，你在这里找不到尊严，你是被她忽视的，所以你想找自己存在感，我怎么能够让自己在情感当中我能立得住？哎，前女友，那我给她送个金手链，我给前女友送个金手链，证明我没有被你贬低，我是有能力挣到钱的，我起来了，我随便就送你一个金手链，但那是随便给的吗？不是，你得慢慢攒，所以你很虚弱的。一个虚弱的人哪有那么多的力气分享给别人爱呢？你自己都缺爱啊，所以好好爱自己，离开他，因为他和你的恋爱完全是备胎式的恋爱，给自己留退路，随时可以走。一次置气，我就可以跟他分手，跟前男友复合。你不让他去见父母，你不让他担任那个伴郎，目的何在？就是不要给自己未来止损的时候造出太多的负面影响。所以你们在一起就短暂的假性亲密。我真心的说，你们分开吧。当然，如果你们现在想不清楚，像雷老师说你们适合在一起也可以，但是4句话送给你们：心乱如刀，反复割伤，止损是药，苦后重生。所以到底是止损割肉，还是继续这样相互折磨和消耗，你们自己看着办，好吧？你们还是那句话，是破茧重生，还是说扭曲的抱团取暖，也由你们定，好不好？来，请4位回到转门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对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这对会出来了，你看啊，来了，来吧。那女生要想好了哦。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吗？就一起成长吧，像老师说的，去好好找份工作，对吗？学点技能，你才21岁。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啊，男生。我还是就说给他陪伴，也是在他身上得到陪伴，然后以后让我有更多的爱给他，然后能陪伴他，跟他好好在一起，好好成长，提升自己吧，好不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哎，来亮灯吧。反正真诚相待吧，好吗？希望你们都能各自成长，遇见美好。再见，谢谢老师。我们来看一下这对情侣啊，让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凌乱的这对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这总不会出来了吧？要出来的，一定会出来的，我觉得。不会吧？不会吧？
我觉得他们不出来其实也是好事儿，稍微冷静一段时间去思考一下，什么是健康的感情，什么是真正需要我们去珍惜和相守的爱。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收获这种健康的、美好的情感。也谢谢我们几位老师的分享和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